闭关锁国，水师陈腐，政府瘫痪。美国现在的路线简直就是当年的晚清。新移民政策上演闭关锁国，建航母导弹的钱拿来给特朗普修私人飞机和宴会厅，军队和公务员被要求贷款上班，这不就是晚清政府拿北洋军事修船的钱给慈禧修园林的剧本吗？离谱的事情还不止这几件，特朗普家族打算卷走全美国钱的野心是藏都不藏了。难道美国真的要出现川慈禧？美国会走上和晚清一样的结局吗？前有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现有美国推出新移民政策，从留学生到外来移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从今年4月11日起，美国就加严了移民身份审查。自此之后，城市的每个街道都会上演激情抓捕，下至非法黑户，上至早已拿到绿卡的外来移民，中间包含几十万瑟瑟发抖的留学生。有的移民仅是因为开车超速，但没有随身携带证件，就被抓到移民局2个多月，还有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在返回美国时被扣押48小时，移民局拿着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要求其5年内禁止入境。北洋军事示弱的局面也出现在美国军事上。就在10月26日，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战斗机和一架直升机在部署过程中相继坠毁于南海海域。后续报道称5名飞行员都已经获救，但没有说明战机坠毁原因。10月27日，特朗普对记者表示，这没什么可隐瞒的，应该是劣质燃料问题。而中方则表示，如果美国求助，中国将出于人道主义角度向美方提出必要的援助。这新闻要是出现在10年前，恐怕所有人头上都得冒出个大问号。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美国的战斗机就这样直愣愣地栽下去了，还掉在南海，有可能获得中国援助。这还是2016年手段强硬，主动在南海挑起纷争的美国吗？看来如今的美国军事战备事业里是注了不少来自太平洋的水。军费如果全部用于军备建设，定然不会出现这种局面。深究帝国军事颓靡背后的原因，离不开特朗普家族的操作。在全球各国充分发展军事事业，研发新型武器的时候，军事综合实力排第一的美国却在今年6月26日宣布，空军将暂时推迟实施的新型核导弹计划中一部分，剩余的资金用于改装卡塔尔皇室赠送的专机。而这2架一体被改装的飞机名为空军1号，正是特朗普未来的专机。在哨兵洲际导弹严重超支了 120%， 预计会推迟到2030年甚至更晚的事态下，特朗普拿军费给自己修专机一事，完全是不食人间疾苦的土皇帝做派。有人会说，这不就是贪吗？可用贪字概括特朗普及其家族的所作所为还是不够精准，他们的目的更像是要把美国蚕食殆尽。2025年4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家史蒂文·拉特纳的文章，特朗普最大的受益人是他自己。内容直白痛击要害，罗列了特朗普是如何刷新道德底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违规程度的总统。显著的个人敛财，扩张权力，安排亲信通过赦免或为捐赠者的客户谋取利益来回报捐赠者。种种行为表明，他正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帝国。特朗普 2.0 版本自上任以来就用密集的且迅速的手段进行一系列肮脏交易，不仅挪用军费送政客，还假公济私，回馈富有的政客和捐赠者，给这些人安排进前端机构甚至国家议会里任职，在加密货币和股市领域也激进扩张，为家族谋得不菲财富。生财之道是五花八门，比如在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向就职委员会捐赠200万美元后，就立刻被提名领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原本被定罪的重罪犯特雷弗·米尔顿及其妻子向竞选活动捐赠180万美元，特朗普也因此赦免对方，连赔偿金都不让对方给了。还有说，科为特朗普的竞选筹集了超5000万美元，他所期望的薄荷醇香烟禁令不久就停止了。连川普最在意的杨斗英都为此人推迟禁令，而这些还都是冰山一角。真正让特朗普 2.0 版本挣钱最快最多的是股市和加密货币。股市自己画 K 线，家族小号提前半个小时开空单加杠杆，一天获利超1000万，融资25亿用于比特币市场，发行名为特朗普币的加密代币，为这个加密货币的前25大投资者提供其高尔夫俱乐部的私人晚宴和特别 VIP 之旅，导致该加密货币的价值飙升，其家族从中至少获利几十甚至上百亿美金。
带着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父子的加密货币公司现在已经售出 5.5 亿美元的货币。与特朗普相关的商业实体从中抽取 75% 的销售分成，简直是用虚无缥缈的虚拟货币来充实壮大自己的商业帝国。试问哪个美国总统会干出这样的事情？这样假公济私的案例还有很多，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美版慈禧，群众高举 No King 的牌子游行，说我们不需要国王，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穿慈禧的 AI 视频。他 AI 并发布了一段自己驾驶飞机往游行人群头上泼排泄物的视频，赤裸裸公开挑衅。明明可以收敛或把交易转到暗处，但他偏要选择气死美国人，也怪不得美国政府停摆后无数人发出美国没救了的哀叹。在总统妖魔化管理的趋势下，本就经济效益不佳的美国更是雪上加霜。社会停摆，公务员和部分士兵的工资暂停发放，很多公务员家属和军嫂都要到政府处领取救济粮度日。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政府则建议贷款上班、贷款服役，魔幻程度遥遥领先。除了这些，因为美国州与州之间司法税收各搞一套，导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纷争从未停止。舆论斗争和意识形态对峙严重，衍生出不少罢工和游行新闻，公共设施几乎每隔一小段时间就停摆，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一方有难，八方添乱。今年6月份，美国犹他州因面临长时间的干旱缺水，州长发出了希望民众不分宗教信仰去求雨的要求，还特地选了一天时间为禁食求雨日，不说的话还以为来到了商周。这样群魔乱舞、水深火热的情况下，特朗普在干什么？你没听错，在修宫殿。就在最近，特朗普拆掉白宫东厅第一夫人办公室，打算建造一个8300多平方米的能容下上千名客人的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白宫是美国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历史建筑，就这样擅自推翻重建。看来水师军费给慈禧修园林的剧本算是拿捏了。一个国家总统在内的领导层疯狂套现，不顾军队建设和百姓生存，反而修起了自家后花园。这样的美国和晚清有什么区别？资本主义国家被吸干的空壳下，失去的不仅是维系大厦的支柱，还有民众的信心、国家的凝聚力。特朗普无视不要皇帝的游行，正完美违背美国民主自由的初衷。然而他的目标不是第二个4年，而是持续连任。美国还经得起资本家的折腾吗？以特朗普家族的速度，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见证答案。你敢想象吗？在美国真有人敢把富人们的税收到 94%， 富人每赚100块就得交 94% 的税。这不是虚构的小说情节，而是美国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当年罗斯福就是这样顶着走社派的骂名和脑袋开花的危险，靠着一身胆量和铁腕手段，硬生生把美国从危机里拖了出来。这场豪赌般的税改不仅挽救了美国的经济，开创了现代累进税制先河，更重新定义了社会公平的边界。在罗斯福1933年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可以说是资本家的乐园，而联邦政府就是个看大门的，法律也是形同虚设。少数金融寡头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垄断、投机和政商勾结积累起骇人听闻的财富。至于穷哥们儿，则在血汗工厂中挣扎着求生，连口饱饭都吃不到。这个时候的美国深受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铁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简单来说，富豪是适者，能挣到钱是因为他们能干，反之贫困人群就是不适者，应该归咎于个人的懒惰和无能，活该被社会淘汰。而政府和社会是没有义务进行大规模救济或干预的，任何试图通过法律来帮助弱者的行为都是在干扰自然的进化过程，会导致社会退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整个美国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政府的职责仅限于保护私有产权、执行合同、维持基本秩序，从不干涉市场的运行、定价、分配或企业的内部事务，资本家爱怎么来就怎么来。联邦最高法院则充当着资本家最有力的保护伞，他们利用宪法条款为企业利益保驾护航，一切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法律都会判定违宪，连规范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这样的基本法律都是不合规的。就在这种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下，联邦政府为企业巨头和金融资本创造一个可以最大化利润、最小化风险，且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天堂。资本主义经济如野草般不受约束的野蛮生长，最终成长为可以左右美国政局的资本巨兽。比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美 90% 的炼油业，卡内基的钢铁帝国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钢铁产业。
摩根则垄断了华尔街的金融霸权，跺跺脚就能让美国颠三颠。然而，这个天堂是建立在社会严重不公、经济极度不稳定和周期性危机的基础之上的。富豪们富得流油，穷人们连饭都吃不起。整个社会都在疯狂追求的金融投机，最终导致与实体经济脱节，引发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1933年，就在美国经济一片萧条中，天降猛男罗斯福上台了。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但他的这句话还更有深刻的潜台词，那就是我们唯一需要终结的是金融寡头们无法无天、制造灾难却无需负责的时代。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罗斯福首次大规模利用广播和民众直接对话，开创了现代政治传播的先河。单次谈话听众达到6000万人，占到了全美人口的一半。在炉边谈话中，他直接把大银行家、大工业家称为经济保皇派，称他们是阻碍美国革命的绊脚石，是导致爆发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过多次炉边谈话，美国民众终于相信经济大萧条是资本家们搞的鬼，不消灭掉这些蛀虫，大家就没好日子过。在扫清了思想和舆论的障碍后，罗斯福很快就将最致命、最精准的铁拳打向了华尔街。上任的第3天，罗斯福签署了他总统任期内的第一个法案——紧急银行法。趁着全国所有银行都陷入挤兑危机的时候，宣布全国银行进行体检，只允许健康的银行重新开业。这个法案乍一听非常合理，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落实了。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原来罗斯福这家伙根本没安好心，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金融体系的生杀大权从私人银行家手中抢了过来，而这仅仅是罗斯福暴锤金融资本家的第一步。毕竟权力的触手一旦伸出去是不可能收回来的。在这之后，罗斯福签署了第2个针对金融业的法案——格拉斯蒂格尔法案，强制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并直接肢解了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巨头摩根大通。随着摩根大通被肢解，原本固若金汤的华尔街帝国被撕开了一道缺口，等待他们的是罗斯福的终极杀招——证券法与证券交易法。根据这2个法案，罗斯福在华尔街成立一个常设性的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由精明老练的投资家约瑟夫·肯尼迪为首任主席，负责监管金融市场的交易秩序。这位肯尼迪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家族的缔造者，他精通证券市场的各种操纵手法，曾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成功逃顶。论投机，他可是老祖宗。有这位华尔街之狼坐镇，任何暗箱操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抓贼得让贼王去抓。在攻破了金融资本家的坚固壁垒后，罗斯福终于将最狠的一刀砍向了资本家。他非常清楚，经济大萧条的根源是极度悬殊的财富分配，即少数人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严重不足，无法消化巨大的工业产出。所以他要做的事就是让资本家们把积累的财富吐出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或公共投资注入底层和中产阶级，从而刺激大众消费，带动经济引擎的重新运转。而罗斯福让资本家们把财富吐出来的办法就是税收。1934年，他推出了税收法案的出版。在这个法案里，罗斯福大幅度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将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部分的税率从 56% 提高到了 63%， 矛头直指华尔街银行家、工业巨头、继承巨额财富的闲散富人。不仅如此，他还向世袭财富开刀，将遗产税最高税率从 35% 提高到 45%，以切断富人阶层通过遗产和赠与无限积累财富的世界循环，让富人们的钱每倒一次手就脱一层皮。1935年，罗斯福又推出了最具标志性、最让资本家胆寒的第2版税收法案。在这个法案里，最高遗产税率被提高到史无前例的 70%， 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也从1934年的 63% 大幅提高到了 79%。这意味着任何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富豪，其新增财富都会被罗斯福齐根割走。另外呢，这个法案还堵上了富豪们通过企业利润避税的漏洞，对企业保留而不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征收高达 7% 至 27% 的重税，从而迫使大企业将利润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而股东又必须为这些股息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以加速财富再分配。这一刀可以说是直接砍在了资本家的大动脉上。企业界和富豪们愤怒地谴责该法案是阶级立法、充公式的税收，然而他们只能嘴上谩骂过瘾，实则什么都做不了，因为罗斯福的绞索一旦套上了就不会松开。1936年，他又推出了第3版税收法案，这个法案对1935年税收法案的漏洞进行了修补，彻底堵上了富人通过成立个人控股公司来隐藏如股息、利息、租金等被动收入的漏洞。
1942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2年，罗斯福力排众议，推出了最新的税收法案。相比于前面3版法案，该法案把联邦政府敲骨吸髓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普通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也被纳入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纳税人数量从400万暴增至4000万，而针对富人们的最高边际税率也进一步推高至 94%。这已经不能称之为纳税了，或许叫抄家更合适。通过这4次税收改革，罗斯福在美国建立起一个广泛的进步的税收体系，为美国后来推行高累进税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理论主张最终变成了今天美国税收制度的核心原则。尽管最高税率此后有升有降，但富人必须多交税的支付能力原则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美国税收哲学不可动摇的基石。也正是从罗斯福开始，税收不再仅仅是财政工具，更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工具，渗透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这么说，当今美国的社会运行机制都是建立在税收的基础上。总体来说，罗斯福的税收法案对现代美国的影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他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将税收制度从联邦政府的记账部门提升为核心的治国方略工具。而这正是美国在后来进行去工业化后仍能维持霸权地位最核心的底层逻辑。